这是火箭最没脾气的一次，只是偷懒用裤裆来擦拭球杆，立马被塔布警告在做不雅动作，还在解释的他满脸委屈。但是面对塔布犀利的双眼，这满腔的怒火只能用赢球来发泄。一杆精准的中远弹上手，但是第一局上来就是乱局，彩球基本全都不在点位，除了3颗贴库的红球，蓝球也影响了多颗红球的下球路线。看到这骚气的蓝色地毯，老球迷肯定猜到，这是非常经典的2013年世锦赛。因为抑郁症的原因，火箭已经在农场养了1年的猪。在好友劝说和交不起孩子学费的双重原因下，这个男人他回来了。世锦赛历史上还没有哪位卫冕冠军缺席过比赛，火箭差一点又要创造一个纪录。你敢相信这是1年没有打比赛的人？中低杆的反赛几乎擦着黑球而过，太丝滑了。复位黑球以后，就要轮到细腻的小半台围球了。注意看，火箭好几次的用手擦着球杆，当时球场湿气很重，尘封多时的球杆确实不是最佳状态。但是天才就是天才，谁也挡不住缺钱的火箭。虽然1年没有参加比赛，回来照样继续拿世锦赛冠军，这要让多少苦练几10年的球员哭晕在厕所呀！Just nudge the red to the left of the blue here. That will bring it in play. 真细腻，一打1K 直接叫到篮球，只要篮球成功复位，中间的4颗红球就都有了单下的可能。火箭简化局面的能力真是一绝。It's amazing. Just that little nudge on the red has opened the frame up completely now. 45 ahead. Should secure the opening frame from here. 还在继续擦着球杆，所以被女神误会的火箭确实太冤枉了。好像皮头还出现了问题，在心理和设备都有突发情况下，火箭打球照样如此行云流水。这个男人真心强大到太离谱了。Of course, our good friend Les Dodd from Southport came down all the way down to put a new tip on for Ronnie. Certainly has worked so far for him. 打进超分红球，接下来就是处理库边的难题。有火箭的比赛，怎么能少了画龙点睛的 K 球表演？休息区的小特现场上课，这个男人不愧是自己从小的偶像。仿佛只要是斯诺克的问题，对他来说就不存在难题。1年的空窗期也丝毫没有任何影响，母球几乎都是手摆位。一个字，太大胆！配球一直都是火箭的精髓，但是精彩还没有结束。Looks as if he's going to carry on as he did against Stuart Bingham. He looks in fine form. 太丝滑了，母球在火箭手下真是直拿打满，这天生的球感让人只有羡慕的份。很可惜，红球没能打进，但是这一局在心理委屈和球杆潮湿的情况下，乱局处理的身后功力毋庸置疑。这时，而一向内敛的丁俊晖也笑得直不起身。现场观众更是激动的手脚并用，哨声不断。只有在足球场才能感受到的狂野，硬生生的发生在了斯诺克赛场。这是2019年大师赛的半决赛，漂亮！准度在线的话，那这局就注定相当精彩。而丁俊晖的正式上手也预示了火箭这一局将化身喝水运动员。一套红黑之后，导播直接给了147的提示，这是斯诺克最高待遇，从来都是只有火箭独享。看得出来，丁俊晖在国外的被认可度相当高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如果这杆147冲击成功的话，他会是斯诺克官方记录的第147杆147。丁俊晖能否创造历史？这一路又发生了多少波折？我们一起拭目以待。
其实2019年的丁俊晖正处在生涯第3次低谷，大部分赛事都是早早出局，最为亮眼的就是大师赛一路过关斩将打入4强，还有年底的英锦赛强势反弹拿下马奎尔，个人第3次捧起英锦赛的奖杯，结束了长达805天的冠军荒，成为继戴维斯、亨德利、奥沙利文和希金斯之后的历史第5人。No, I'm going to wait for the black. He's thinking maximums at the moment. He may do if he gets to about 64. 好球，打进中袋的同时顶了一下球墩，还顺利衔接黑球，一箭3雕。火箭非常难得的认真看着比赛，他和丁俊晖的友谊就不用多说，我相信大家比我都懂。没有问题，用红球界停，继续抽丝剥茧。147被球迷称为斯诺克皇冠上的明珠，奥沙利文以15杆147稳居第一。在丁俊晖28年的职业生涯中打出过6杆，但是对绝大部分球员来说，一生可能都打不出1杆，其难度可想而知。在收下第8套红黑后，局面出现了变数，白球没有控制好力量走大了，还有下球的2颗红球角度都非常的大。难道这历史第147杆147就要宣告失败了吗？以丁俊晖的性格，当然不会轻易放弃。咬紧牙关的辉哥将要展示自己的另一项绝学——稳定的架杆功夫，强行续命。准就一个字，丁铁架之名并非浪得虚名。听听这经久不衰的掌声，就知道这杆的难度非同寻常。但是这杆仅仅只是开胃的前菜，更离谱、更刺激的还在后面。低杆一库仍然没有调整到最舒服的位置，大角度的中袋依然需要强大的准度纠错。丁奥会的火箭怎么看都不像是竞技对手，更像是一个慈祥的长者，眼里不仅没有杀气，反而更期望丁俊晖打出更好的水准。打进超分红球，白球3库也终于调整舒服了叫球的位置。此时的火箭反而是如释重负一般，这深厚的友谊真是太让人羡慕了。已经没有单下的红球，这杆 K 球的质量就能直接决定能否成功冲击147。嚯，低杆下的不够低，没有碰到红球，这样的失误太致命了。这杆147真的是一波3折。看丁俊晖还在观察线路，难道还有组合球可以挽救一下吗？场下的火箭看起来比丁俊晖还要着急。漂亮！现场解说激动的嗓子都要喊破了，观众也是彻底沸腾，全场都在期待能够见证历史。打进最下方这颗红球的话，剩余红球都有单下，只要认真的打好每一杆，局面已经不算有太大难度了。147th, 147. What a moment in history of the game. Yeah, you did mention it. 破百就要来了，就是这颗黑球。近几年能够看到丁俊晖如此拼的进攻局太难得了。Perfect on the black. Just gotta make sure you're high on the red.
最后一颗红球再次出现意外，留出了向上的角度，而且粉球的位置很容易对白球走位造成干扰。文一副臭脸，丁俊晖也一脸不忿。一向和谐的丁奥会现场，火箭居然发脾气爆杆解球。身为挚友的两人，为何剑拔弩张？真枪实干的斯诺克对轰，究竟谁能更胜一筹？这是2020年苏格兰公开赛火箭的赛点局。白球走少了，没有角度去 K 最后的红球，对自己表现极度不满的火老师无奈转入防守。看似随意轻推的一杆，其实已经狠下杀手。从这个视角来看的话，我们再看能不能过。白球的绕台要避开黄球和粉球，难度很大。嚯，真惊险！白球差一点就摔袋。就在大家都以为火箭会让裁判复位重启时，奥沙利文来了更狠的一招。母球死死地挤进篮球的缝隙，接着使坏了，根本没打算留一丝活路。发脾气的火老师太狠了，这杆做比上一杆更狠。我说的是，这球太小了，是2步以上了，我还是有一点点，真的是一点点。两杆斯诺克，丁俊晖不仅罚掉8分，还送上一个自由球套餐。好在火箭并没有很好的进攻路线，即便如此，火老师也没有打算继续复位，靠一个斯诺克一直为难对手，恐怕只有塞尔比才有这个待遇。继续利用黄球藏住白球，第3杆斯诺克拍马赶到，不过这一杆明显就容易多了。接下来就看丁俊晖的反击效果如何。你一旦解不好，我就有机会清完了。反做有没有？看看粉球能不能帮上。好球，两库轻松化解，同时利用粉球反做成功，单拼防守。就算对手是奥沙利文，丁俊晖也丝毫不惧。火箭几乎没有考虑，抬手出杆，差一点直接解进红球，没想到吃到带脚的白球，居然先一步摔进底袋。火老师极度郁闷的低头不语。刚刚燃起的翻盘希望，胜利的天平好像突然就完全倾斜了。不是打打杀杀，是人情世故。运气真是爆棚，红球意外的藏到了篮球身后，丁俊晖也连忙摆手示意，但这一次火箭好像真的生气了。这样的暴力解球让现场解说都直言，想起了和塞尔比那一年世锦赛。想起世锦赛来了。实话说，这比赛看着比较放松，比较放松，比较解压。好在辉哥不是塞尔比，他非常清楚球场上的奥沙利文做出什么举动都属于正常操作，辉哥只能尽量不去受影响，打好自己的球就可以。真惊险！如果没有黑球的阻拦，这一杆就可能直接送命。现在防守的主动权成功的回到奥沙利文手里，看看这杆做球效果如何。好球！两位大师做球的质量都非常高，如果不是互相都有情绪，一向和谐的丁奥会现场很少能看到如此精彩的斯诺克对轰。丁俊晖几乎没有考虑，抬手一库轻松化解。落后22分的火箭只需要等待一个机会，一个丁俊晖失误的机会就能轻抬带走比赛。但是万万没想到的是，先失误的人是火箭自己。红球意外的碰到绿球之后，露出了一个非常舒服的长台，火箭无力的趴在球台上，这一局怕是要交代了。没有问题，稳稳打进红球，母球也顺利衔接黑球。本局斯诺克对轰丁俊晖险胜，下面就看辉哥能不能轻抬，挽救一个赛点。打进超分的黑球，成功叫到黄球，座位上的火箭也逐渐恢复了冷静的心态。8分球，机会了。虽然胡老师的球很好看，虽然胡老师看他打球是一种享受，但是我们依旧坚定的支持丁俊晖。好球，小迪杆成功叫到库边的篮球。如此精彩的丁奥会，我们球迷确实好久没有看到了。
Right.